后上顾家，湘江陈家，古城沈家。恳求于小姐出世，救我家族于危难。江家老祖与我因果未消，我已答应护他江家1年，便不会失信，除非江家背弃。诸位，不送。于小姐，于小姐。于小姐来江家这1年里，江家蒸蒸日上，没想到连这原本废弃的芙蓉岭都生得愈发枝繁叶茂了。于小姐，可真是我们江家的福星啊！1年前，江家家业败落，家人身患顽疾，江衡自知江家危亡，求我出世。小姐，于小姐。如今江家败落，后继无人，家人更是重症缠身，求您看在和祖上有旧的份上，救救江家吧！为了结与江家祖上的因果，我以身入局江家。好。神迹呀！我以双腿为引，镇压江家浊气，风雨慈悲。只需1年，江家福源将至。可若是背誓毁碑，必将家破人亡。江衡，谨记在心。如今我也能给江家走上一个交代了。如今1年之期将至，今天便是最后1天，江家将福运亨通。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，否则江家这1年所得的一切都将顷刻崩塌，消亡殆尽。却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乌鸦在叫？少爷，于小姐。少爷，于小姐，大小姐在外经商1年，已经从国外回来，夫人特意准备了接风宴，让我来请你们回去。于小姐，我推您过去吧。回来。
哎呀，妈想死你了。晚风呢？这个点儿应该在后院陪于小姐赏花呢。于小姐，就是那个整日只知道在我们江家白吃白喝的骗子，就知道使唤我家里人，他还真当自己是个大人物了。平儿，不得无礼。于小姐是咱们江家的大贵人，一会儿啊，你见到于小姐，一定要记得向她请安，可不能怠慢了。哼，什么狗屁于小姐！等这次和袁家合作的芙蓉岭开发工程结束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装神弄鬼的骗子赶出江家。姐，少爷，这是于小姐今晚的专属菜单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于小姐不吃荤腥，快去后厨把菜单里的肉食荤腥通通给我去掉。还有，食材要天山雪地的百年珍品，碗要最顶级的龙血青色。食材要百年珍品，碗竟然也要1000多年前的古董，他一年的开销比我家里人10年加起来。记住了。是。人都到齐了，于小姐，我们先落座吧。这可是江家主座，平时只有爷爷才有资格坐。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坐在这里？于小姐是我们江家的大恩人，你在外面做生意风生水起，咱们江家能东山再起，靠的都是于小姐。这主位当然该给于小姐坐了。妈，你老糊涂了。我江婷能在江家落魄之际带领江家跻身上流，靠的是我聪明能干和响当当的本事，和他一个只会白吃白喝的骗子有什么关系？江婷天命衰金，本非经商的材料，却因我侥幸成了商业巨贾。时也，命也。我们江家能有今天这个地位，全都仰仗于小姐。姐，我们不能不知感恩啊。是啊，婷儿，你千万不能再冥顽不灵了。你们与其相信江家兴盛是靠这个骗子的满嘴谎言，也不愿意相信是因为我天资聪慧运筹得当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今日我回家来，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呀，已经和袁家谈成了合作。袁家是那个东省首富世家，不得了，能和袁家达成合作，那可是一步登天，平步青云啊！袁家看上我们江家祖宅后面那片坡，打算投资100亿，铲平之后要建成滨海的商业区，我们江家年年享受分红，10年利润至少50亿。50亿啊！宅后面那片坡，姐，你该不会说的是芙蓉岭吧？没错，袁家建筑队明日就到，要铲平的就是芙蓉岭。不行，你爹生前多次告诫，说芙蓉岭乃江家福地，就算有一天我们江家人要饿死街头，那都不能动的呀。是啊，姐，芙蓉岭坚决不能动。爸那是年纪大了，老糊涂了，竟然相信这一个招摇撞骗的黄毛丫头的谎话。当初江恒为了求我改造芙蓉岭，拯救江家，付出了性命。江家能有今天的一切，都来之不易。江小姐，且行且珍惜。闭嘴！当初的事儿你还有脸提？我爸就是因为听信了你的鬼话，我们江家才会平白让你这个江湖骗子骗吃骗喝1整年。婷儿，不得放肆！你还不赶紧向于小姐敬茶赔罪！快呀！
没想到啊，我才走了1年，你们就被他洗脑的这么厉害。不是让我端茶道歉吗？好啊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不要白白辜负了你父亲的牺牲，否则追悔莫及。姐，装的倒是像啊。妈，晚风，你们看好了，冒犯了她这狗屁于小姐，到底有什么后果？于小姐，你没有受伤吧？小婷，你疯了呀！看到了吧，我逾矩了，后果呢？哼！后果呢？哼！这镯子可是我满月那年爸妈带着我去城隍庙求下的，整整20多年一点磕碰都没留下，今日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碎了？婷儿，这一定是你刚才对于小姐不敬才会这样的，你快向于小姐道歉呢！不过是个破镯子，戴了这么多年，早该碎了。妈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告诉你，芙蓉岭这块地我还非就拆了，明日拆迁时辰一到，我看谁能拦。姐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呢！大小姐，什么？袁管家到了，那我速去迎接。有那位大人物的消息吗？大老爷，老龙已经搜遍全城，可仍旧没有那位大人物的下落呀。当年爷爷病危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袁家早已崩塌。现在也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袁家。继续找，务必倾尽全力。记住，就算袁家散尽万贯家财，也要请得这位大人物出世。是。爹！感谢小姐出手救我父亲啊！光是为了探寻那位大人物的消息，我袁家已经花费整整1年时间，以及数亿的真金白银。唉，可此等大人物，又岂是那么好找的？袁管家，终于等到您了，快请进。袁管家放心，等到明日时间一到，就可直接动工。他怎么会和那位大人物如此相像？不可能，已经60年了。那位大人物绝不可能如此年轻，而且那人本领通神，怎么可能成了个瘸子？在世上相像的人那么多，兴许呀，是我看错了。袁管家，袁管家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江大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明天我们会准时赴约。大小姐，真有这么做呀？夫人可吩咐过，万不可怠慢于小姐呀。要是让夫人知道我定了她的门，那夫人肯定会用家法来处置我的呀。有我在，
江家没人敢动你。这还不快封！于小姐，对不住啊。姓于的，我看你明天还怎么做管闲事。这可是由世界上最坚硬的乌钢做的，重达1000斤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掰不断。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处？走。江恒，你倒是养了个好女儿。此次江家大小姐能与东省首富袁家达成合作，想必江家日后必能一飞冲天，成为海城顶级首富，指日可待呀！是啊，江大小姐，等您日后发达了，千万不要把我们忘了呀！这是自然，日后有我江家一口肉吃，就有各位一口汤喝。大小姐，时辰到了。既然时辰到了，那我们便开拆。这是江家的福泽之地，我劝你不要拆。怎么可能？我分明已经把他……这人是谁啊？这江家有这号人物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此人就是江家的一个瘸子，据说呀，在江家白吃白喝一整年，花的钱都快顶得上江家1/3的财富了。原来就是江家养的一个残废，竟然敢在这里指手画脚，江大小姐一定不会轻饶他。小姐，于小姐已经说过了，这块地不能拆，你就看在咱爸的一面上，收手吧，好不好？你怕不是疯了？我在外面好歹是首屈一指的商界女王，而她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，你让我听她的？确实，江家大小姐这一年崭露头角，初入商界就带着落魄的江家击入上流。外界都说呀，江家大小姐是难得一见的经商天才。要我说呀，放着这么优秀的女儿不愁，却偏偏要把一个白吃白喝的黄毛丫头当成宝，这江家呀，还真是瞎了眼。你们，今日这芙蓉岭，我拆定了。婷儿，你听马宇去劝，于小姐是咱们江家的大恩人，她不会害我们的呀。她说了，这地不能拆，不能拆呀。妈，这次的开发是和袁家合作，如今袁管家就要到了，你难道就放在眼前这价值100亿的财富不要，去信一个骗子说的鬼话吗？是妈，你就看着就好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。给我拆！记住，芙蓉岭关系到江家的生死存亡啊！芙蓉岭在，江家便在，否则江家将躺在临头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必将誓死守护芙蓉岭。芙蓉岭不能拆，姐，如果你今天非要拆的话，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！不孝子孙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不孝子孙，还不赶紧退下！爷爷，爸，
我就知道你们被那姓于的迷昏了头，所以我特地把爷爷请来了。爷爷，就是那不长眼的黄麻丫头，妄图阻止我们与袁家合作。哼哼，一个在我们江家白吃白喝、什么都不懂的丫头片子，管她做什么？袁家到。像，真像。可惜了，要若是那位大人物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袁管家亲临，江家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老爷子，恭维的话就不必说了。现在时辰已到，还是赶紧动工。我受少爷的嘱托，还得赶快去找一位姓于的大人物。袁家还在等着他救命呢。姓于？也是我想多了。哈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来人！爷爷，于小姐说了，芙蓉岭不能拆。于小姐，怎么连姓氏也一样？于小姐，于小姐，明儿这姓于的让你把江家卖了，你是不是也乖乖替他数钱啊？小峰啊，你年龄尚小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但是你爷爷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？有些人就是在这儿装神弄鬼，为了就是吸引目光。你别的眼睛。来人，给我拆！我以双腿为引，镇压江家浊气，风雨慈悲。只需1年，江家福源将至。可若是背誓毁碑，必将家破人亡。江恒，谨记在心。你想清楚了，这可是江恒为江家求得的福地，你若拆了，江家这1年所积攒的一切都将顷刻覆灭。如今的江家有了袁家的帮衬，肯定是越发的昌盛。什么？顷刻覆灭？老夫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！来人，拆！若灾祸降临，凭他袁家可护不住你们。于小姐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袁家乃是我们东省第1大家，我们江家得罪不起的呀。哼，在我们江家，你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如今还敢当着袁管家口出狂言，现在赶紧给我跪下，袁管家道歉。让我跪，袁家不够格。让我跪，袁家不够格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于小姐，袁家权势滔天，一个鼻息我们江家就万劫不复，这样的话可不能说呀。哼，我看他就是诚心想和我们江家作对，现在还敢对袁管家不敬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得罪了整个袁家。我若离开，江家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你确定还要我走吗？我看你怕不是疯了吧？江家现在所得的一切都是我凭本事赚的，少了你这个白吃白喝的废物，江家只会更好。还不快动手！不可以，于小姐双腿有疾，万不可能伤到啊！双腿有疾？我怎么记得刚来江家的时候，双腿明明好好的。于小姐，我父亲为了江家，连续7天7夜背错祠堂，日日祈祷，如今夜受牵连，突发而起。你有大能，求小姐你救救我父亲啊！也是一心为了江家，
小姐救我父亲。对呀，我记得于小姐刚来的时候，腿明明是好的，什么时候就瘸了呢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觉得以前的手段不够用了，故意坐在轮椅上装瘸博同情，想继续在我们江家享福是吧？啊，姓于的，你还真是好心机啊！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我相信于小姐绝对不是这种人的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当众顶撞袁管家，还在我们江家装瘸卖惨，今天必须站起来，给袁管家下跪道歉。你想清楚了，我若是起身，这个代价，江家恐怕承受不了。你想清楚了，我若是起身，这个代价，江家恐怕承受不了。老夫是可以独自熬过生死大劫，有大福报之人，还什么承受不住你的代价？你是自己站起来，还是让老夫叫人架起你来？江家如今的欣欣向荣，包括与袁家的合作，都是以我这双腿为代价换来的。让我起来，这一切都将化为虚无。这代价，你未必承受得了。江家如今福运不断，财运亨通，更有小婷这样的商业奇才掌舵。什么？让你起个身，这一切就将化作虚无。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，这么容易糊涂吗？妈，这就是你一直封为座上别人深信不疑的福星，现在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了。来人，把这个黄毛丫头给我抓起来，我让大伙好好看看，她是不是在装瘸。爷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爸临走前千叮万嘱，说谁都不能对于小姐不敬，不然江家就大难临头啊！你把临死前说的胡话你也当真？今天我就不信了，倒要看看这个黄毛丫头能把我怎么样。妈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妈，晚风，妈觉得姨姐和爷爷说的对，我们江家伺候了她整整1年，可谓是有求必应。可是她如今不仅装瘸卖惨，还在人家面前大言不惭，陷我们江家于不义。依我看，当初你妈就是看走了眼，她就是徒有虚名。哼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不要！爷爷，爷爷，让我亲自来。我一起身，契约即刻解除，江家所得都将付诸东篱，包括你的命。哼！你比天还硬，轮不到你来找。妈，你快劝劝爷爷呀！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整整1年，我也想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这不就起来了吗？你说的报应呢？我怎么没有看见？有报应！爷爷，朋友真的来了，你快向于小姐赔罪呀！什么狗屁的灾祸，不过是刮风打雷而已。春夏季节，打个雷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大伙儿都看着啊，该冒犯的我也冒犯。这个姓于的，你也被我给拉了起来，灾祸呢？
报应呢？怎么我什么事都没有啊？这世上哪有什么鬼神邪说？有的只有拿鬼神邪说装神弄鬼的人。勋国有报，江家福原怒尽。谎言都被揭穿了，还敢在这招摇撞骗？上天有灵，天地有眼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小心天打雷劈。还敢在这儿蛊惑人心？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应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能好端端的还站在这儿啊？爷爷！死了，人真的死了，他的话灵验了，这家老爷子真的被人劈死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姐，爷爷已经遭报应了，你不要再冥顽不灵了，你得向于小姐道歉啊！灵儿，这不可能，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灾祸，一定是这一带树木茂密才会引来闪电，怎么可能和他一个黄毛丫头有关系？这只是前兆，虽然约定已经解除，但此碑仍镇压着江家浊气。今后只要江家好生供奉此碑，每日礼拜，心怀虔诚，仍有喘息余地。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亲手毁掉这最后的希望了。你还在这装神弄鬼？爷爷的死只是偶然，此碑关系到与袁家的合作，爷爷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会希望我能带领江家走上巅峰的。我不能辜负了爷爷。来人，把爷爷抬走！开工前先将这碑给我砸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所谓的狗屁灾祸能奈我何啊！不行，姐，爷爷已经被雷劈死了，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难道你非要把我们江家拉下水不成吗？我江婷可是能扶江家大厦于江邪的天之娇女，如今又有了袁家相助，江家从来靠的都是我江婷。你若说是谁要毁了江家，那便是他这个招摇撞骗的神棍。给我砸！大姐，你想想爸的遗言，唯有这块碑，爸临死前千叮万嘱，谁都不能碰，否则爸在九泉之下不但不能瞑目，连列祖列宗都不得安宁。爸那是老糊涂了才会兵棋乱投医，把一块破碑当成什么狗屁福地。但我清醒得很，今日这碑我非砸不可。只有一事，我要提醒你谨记：若此碑遭受损毁，江家死期将至。江恒谨记，日后我定叮嘱晚生后辈时时呵护，绝不让此碑受半点损伤。江家虽福缘已尽，但若能潜心供奉此碑，时时警醒，日后从善，虽不能富贵，但仍能苟活于世。可你说动了这个碑，江家覆灭在即。我倒要看看江家怎么覆灭在即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大姐，不要啊！大姐，我最后劝你一句，此碑是江恒与我立下的契约，如若损毁，灾祸随即降下，江家众人不得好死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你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骗不了我，哈哈！不要啊！怎么样啊？如今
砸了，报应在哪儿呢？灾祸又在哪儿呢？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灾祸又在哪儿呢？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呀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间地震了？难道真的是灾祸降临？我们不会被活埋了吧？是啊，平儿，这不会真的是？妈，前一段时间沿海城镇不是地震频发吗？这肯定是余震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怎样呢？如今碑屋也砸了，报应呢？灾祸又在哪儿啊？哼！徐军来了。江总，大事不好了！江氏集团投资数十亿的竹龙工程突然塌方，在场的数千位工人尸骨无存。什么？张总，公司内部数十位元老级股东纷纷撤资，价值数十亿，公司内部资金紧急绕缺。江总，海城突然发生诡异地震，方圆数里之内只有总部大楼被埋进了地底，很多合作商听闻此事，纷纷要求取消合作，实施亏损总计超100亿，江氏集团破产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江氏集团破产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可是江氏掌握着海城半个地产命脉的一方巨擘，居然顷刻间倾家荡产！哎呀！于小姐说，江家家破人亡，覆灭在即，这一切都一一兑现了。姐，你快去跟于小姐道歉，她有什么要求，咱们都答应她。你求她饶过我们江家吧，好吗？是啊，小婷，那可是100亿呀！我们江家所有的资产说没就没了，这一定是我们冒犯了于小姐的惩罚。快，我们一起向于小姐请罪啊！快啊！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狗屁灾祸。你不是说江家去年所得的一切都会付之一炬吗？那我的命怎么没被你收回去啊？不就是做生意吗？有赔有赚的很正常，不过是些天灾人祸，谁能预料？而且我是天之骄女，商界奇才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江家东山再起简直易。报应，江家遭报应了，快跑啊！跑！仅因为毁了一块碑，江家在旦夕之间破产，江婷更是瞬间白发，直接老死，只等生机。他到底是谁？小姐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碰他，否则你连交代后事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他是他，真的是他！袁家一直在找的大人物，居然一直在我面前。喂，大少爷，您说的那位大人物，如今就在伏龙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个于小姐一眼便让势如破竹的江家顷刻覆灭，甚至江婷跟他爷爷得罪他也就此身死。此事当真？
此事千真万确，老奴亲眼所见了。如此神器，错不了！快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请到袁家救我爹。是。爹，有救了。于小姐，我知道是我们江家对不起您，可是我大姐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我求你放过江家吧，好吗？于小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饶了江家吧。江家不能毁在我的手上。晚了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快，随我去迎于小姐回府。于小姐，于小姐，刚才是我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能认出您的真身，还请于小姐恕罪。如今袁家家主身怀重病，危在旦夕，若于小姐愿意出手，袁家必有重谢。袁家当代家主叫什么名字？回于小姐，袁家家主名叫袁绍宏。当年的小男孩，如今竟也成了一家之主。感谢小姐出手救我父亲。小姐，小姐，这便是全职狗蛋，这位便是于小姐，我们袁家已经扶持千年的主人。于小姐便是袁家的天，你记住了吗？当年满城瘟疫，民不聊生，我为挽救苍生疾苦离开了袁家，没想到故人之后竟落得如此下场，我也该去见他最后一面了。带路吧。于小姐身怀奇术，是这世上唯一能救家父的人。我希望你们好生礼待，万不怠慢，记住了吗？是。那你说，这于小姐真有大哥说那么神乎其神吗？一句话让江家垮台，这种事儿可能吗？少家主的话你听着便好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何长老？老夫自小和家主一起长大，有幸见过于小姐一次，没想到她竟然和60年前一样，一模一样呀！身材、容貌竟分毫未差。何长老，这你就说笑了吧？这肯定是于小姐的后人呐，这哪有人能60年容貌不变啊？那不成老妖精了吗？不得无礼！于小姐是能救袁家于大危难的大能耐之人。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于小姐，这位就是我们袁家的邵家主。于小姐，如今家父性命垂危，族人重镇缠身，袁家愿不惜一切代价，请于小姐出手救治。求于小姐救救袁家！是你，当年跟在袁绍宏身后的那个小男孩。
不是吧？你我合掌这么多年都没这样。易小姐，这位是我们袁家的何长老，您认识呀？他呀，肯定是小时候听奶奶提起过咱们袁家的事。这世上啊，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人呢？三弟，算不上认识。看来我与袁家前缘未尽。请于小姐先行入内。于小姐，于小姐人呢？我。你怎么？醒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自从60年前您离开袁家，我就一直在找寻您的踪迹。本以为此生无缘再见，没想到在临死之际，您竟还见老奴一面，老奴死而无憾呀！起来吧，狗蛋。我如今回袁家，只是为了见故人一面。你早已不是我的奴仆，不必再跪。小姐，在老奴心里，你永远是袁家的主人，谁都无法改变。只可惜，老奴命不久矣，此生再也无法为小姐鞍前马后了。石碑碎裂，江家毁约，而后便是袁家引路，故人重逢。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狗蛋，我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便不会让你死。重症产生，病入膏肓，片刻不能耽误。李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说，你记。你说这些，都是于小姐要的。你说这些都是于小姐要的。是的，于小姐吩咐了，这个名单上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少。千年沉香，100年黄金叶，这些东西连我们袁家都没多少存量。哦，还有这凤鸟长明灯，那更是价值连城，整个上海滩都找不出一个，价值1000万大洋。还说什么是我们袁家的救星？我看呐，那就是灾星。三弟，不可造次。于小姐是现在唯一能救爹的人了。只要能救爹，别说什么千年沉香100年黄金叶，就是他让我把袁家的所有产业拱手相让，我也甘愿呢。是，大哥，我现在就去安排，把东西啊给于小姐送过去。去吧。念在你袁家为奴数百年，忠心耿耿，
便赐予你袁家这颗木尘珠。在我走后，常伴身旁，可延年益寿，镇守袁家。怪不得袁家灾祸缠身，原来这木尘珠沾染了过多凡俗之气，沦为废品。于小姐，您要的东西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手上拿着的可是我袁家至宝木尘珠，那是我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留下的镇宅之物。你赶紧把它给我拿下！无用之物，不如丢了。把我们袁家的至宝当垃圾丢了！我，少爷，于小姐是少东家请来的三思啊你。好，我收拾不了你，有的是人能治你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告诉我大哥。不必理会。本香沏茶。长日明灯，正灯。这是。长明灯亮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半日之后，灯燃尽，人可复。白先生，这边请。二哥，三弟，二哥，你快去救救爹吧！什么？胡闹！爹都病成这样了，大哥居然找了一个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给爹治病。二少爷，于小姐是邵家主和何长老请回家的，说是有大本事能救老爷。他有个屁的本事！二哥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这姓于的一进咱们家，他便狮子大张口要了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，然后他大言不惭地说咱们袁家的至宝木尘珠是垃圾，然后他竟然把木尘珠当垃圾给丢了。你什么？他把木尘珠丢了？袁绍息怒，我既然来了袁家，便绝不容这等黄毛丫头玷污了我等医者的生命。二哥，这位是不周，这位便是赫赫有名的国医圣手白景川白先生，能活死人肉白骨，人称妙手医仙。白先生，你可有把握救我爹十之八九。那太好了，二哥，那快带白先生救爹去。先生，您请。快去报此事禀告大少爷。是。切记，燃灯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否则袁绍洪将生死道消，神仙难治。是，于小姐。二哥，那疯女人就在这儿。木尘珠，这真是我袁家的木尘珠。他竟然敢把我袁家供奉几十年的至宝当成垃圾，找死！少爷，于小姐有交代，燃灯期间之内，任何人不得入内啊！不得入内，这是我家，哪里有我不能去的地方？滚！
不行啊，少爷，于小姐有交代，如果燃灯期间之内门打开，老爷将会生死道消，神仙难救啊！少爷三思啊！什么生死道消，神仙难治，都是狗屁！要我看呐，就是那个疯女人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，你还不快点给我滚蛋！于小姐能一言决断江家生死，如今更是能无火燃灯，一定不会无的放矢。不要，少爷，我求你了，这燃灯期间开门，老爷会很危险的。滚开！这世上还没有我袁维军不能开的，我倒是要看看谁在我袁家装神弄鬼。于小姐，我说过，燃灯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还敢在这装模作样？白先生，你可曾听过这种规矩？老夫行医半生，闻所未闻。治病救人靠的是医术医理，而不缺什么邪门歪道。一介凡夫，自然见识浅薄。你可知道他是谁？这位可是赫赫有名的国医圣手。凡夫依旧是凡夫。哼，老夫治过的病人没有1万，也有数千。说老夫见识浅薄，敢问于小姐救过多少人呐？我救过一座城。小小年纪，满嘴大话。看你这如锈未干的样子，恐怕连入门的道行都不够，还在这儿口出狂言。二哥，你看到了吧？大哥就是这样被领骗的，还什么于小姐的后人，我看呀，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，咱们可一定不能轻饶他呀！哼，我本以为大哥请过来的人，哪怕没有高超的医术，至少脑子得正常吧，没想到。竟然是一个疯婆子！来人，把这个给我关起来！等到白先生治好了爹呀，我再跟他秋后算账。你想清楚了，我若离开这个房间，你父亲必死无疑。你敢咒我爹？你找死！来人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住手！大哥，你来了正好。他不准得罪于小姐，滚下去！大哥，他于小姐，我二弟生性顽劣，我替他向你请罪，赶紧向于小姐道歉。大哥，你要我跟他道歉？你知不知道，他刚才可是在咒咱们爹死。我能不知道你的性子呀？一定是你混淆是非，曲解于小姐，快道歉！三弟亲眼看见，他在咱爹的房间里边装神弄鬼，他还把咱们袁家的镇宅之宝木尘珠当成垃圾给丢了，这也是我曲解他。说什么？大哥，你应该知道，木尘珠对于咱们袁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可是咱们祖上侍奉了几百年的仙人传下来的。能保咱们袁家顺遂的圣物，可现在呢，被他当垃圾一样丢了出去。于小姐，请给我一个解释。上面已沾染过多凡气，我劝你把它丢了，否则长明灯灭，你父亲性命不保。大哥，这可是咱们袁家镇宅之宝，你该不会因为一个疯婆子的话就真想把它丢了吧？是大哥。这可是咱们袁家侍奉了几百年的仙人留给咱们保气运、旺昌盛的圣物呀！我当初把木尘珠留给袁家时，确实能保袁家昌盛。可如今，此物已被凡气玷污，留在袁家，只能是祸害。
你说什么？这沐尘珠是你留给袁家的？你给我闭嘴！那位仙人何等尊贵，我爷爷临死之前跟我们说，他能够侍奉那位仙人是他的荣幸。凭你也配冒充？大哥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，把她留下来只会给咱们袁家平添祸害。快把她赶出去！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！于小姐，你真有把握救我爹吗？他是死是活，全系你一念之间。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了。大哥，你可别听他的，二哥已经给白先生带到咱们家了，他一定能治好咱爹的。白先生，就是那个妙手回春、治过无数奇症的圣手医仙白老先生吗？不错，正是老夫。老夫行医半生，翻遍医书，可从未听说过什么长明灯治病的歪理邪说，可别遭人蒙骗呐！敢问白老，我父亲的病，您有把握医治吗？袁大少若信得过老夫，老夫自必竭尽全力。袁家主的病症，老夫治得没有1000，也有数百，自是十拿9稳。白老此话当真？他的病你治不了，唯有这半日明灯，才能保住袁绍红的性命。你们若执意留在这房间，只会害了他。我看要害人的是你。你不仅谋害我袁家至宝沐尘珠，你还想谋害我父亲的命。大哥，你还不让人把这些装神弄鬼的破灯给丢出去？你可千万别听信他的鬼话，耽误了咱爹的治疗。袁宏道，你想清楚，长明灯灭，你爹当生机断绝，再无活路。大哥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白老先生才是真的能救咱爹的命啊！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！于小姐，对不住了。来人，把这一堆破烂玩意儿都给我丢了！袁家该有此劫，时也命也。还在这装神弄鬼！来人！爹！你刚刚亲手毁掉了你父亲生还的最后一丝希望。你还在这装？等白先生治好了我爹，我看你怎么嘴硬。事已至此，拜托白先生了。袁大少都发话了，老夫自当竭尽全力。不过是风寒入体，经脉有些紊乱。这才施了几针，爹的脸色真的红润了。
白先生，当真是妙手。我已封住了袁家主体内的寒脉，病情已无大碍。稍后不开服药方，每天吃药不出3日，袁家主定能药到病除。谢白先生，谢白先生。本来袁绍宏生机未泯，还有半日可活，可如今你这针下去，不出3秒，他必死无疑。哼，小丫头片子，老夫醒医的时候你还未出生，教老夫治病你还嫩了点3，哼，我看就是他的破灯被丢了，在这找存在感吧。来人，把这个姓于的给我丢出去！我可不想老爷子睁眼之后看到他。呸！晦气。2、1。哦，爹，这。袁绍宏命数已尽，神仙难救。我既已出手，从今往后，我与袁家恩义两清。于小姐，于小姐，于小姐，于小姐！奇怪，我刚追出门，于小姐片刻怎么就不在了？难道？大哥，大哥！孙老，如今镇守山河的白虎神兽，因倭人的邪术而整日郁郁，已7日未食，连带各地灾祸不断。我等跪求老祖出世，救神兽。你们求错人了，这白虎神兽非我所赐。不是老祖您，那又是何等高人啊！白虎神兽，乃是当年大千道祖传给我的。可惜100年前就已无踪迹，如今恐怕早已作化。难道老天真的要亡我大秦？皇家主，古城暗哨来报，已是道主的后人现世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位道祖后人，仅凭他一言就可以决断江家生死，而后他却袁家袁绍宏因他而离开，而气绝身亡。如此是，如此说来，恐怕这于小姐就真的有当年于道祖万追的功力。看来这白虎神兽就真的有救。各位，速速随我去求于大小姐出山，救神兽。爹，大哥，爹有罪可赦，大哥。爹，你不是说我爹的病就无赖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袁家主体内余毒未清，激毒难返。让我再试一针，定能稳定病情。那白先生，还请救救我爹。慢着！白先生，如果我父亲因为你而死，你知道你是什么下场吗？白先生，您怎么了？薛大少，袁家主的病实乃老夫生平罕见，老夫已经竭尽全力了。那我爹到底还有没有救？袁家主气息已绝，十死无生了。爹！袁宏道，你想清楚了，
长明灯灭，你爹当生机断绝，再无活路。居然真的跟于小姐言重了，原谅他，节哀吧。来人，把这个庸医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元上饶命！饶命啊！元上，元上饶命啊！我怎么这么蠢，没相信于小姐的话呀？大哥，走，找于小姐。大哥，爹已经死了。大哥，于小姐是神人，要不是我忤逆她，爹根本不会死。和尚老不是说过吗？于小姐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，她一定可以。走走。请于小姐出手救我父亲，袁家愿献出所有的财产跟齐身一宝，只求于小姐出世救人。邪祟入体，神仙难救，这是袁绍红的运数，你们回去吧。黄家祖，于小姐就在这里。于小姐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跪下给于小姐道歉！大哥，当初要不是他在爹的房间里面装神弄鬼，害得爹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爹根本就不会死。你现在让我跪他，绝不可能。就是，如今爹已经死了，他有什么能耐救爹？除非啊，他是在世神仙。都给我跪下！你让我跪害死爹的神棍，我宁愿去死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大哥，你会后悔的。二哥，大哥，你现在要不然给于小姐跪下来道歉，要不然跟你二哥一样离开袁家。如果她真是传说中那个于小姐，你别说让我跪下道歉，我就算到她门口跪个10天10夜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她根本就不可能是啊！黄家，萧家，蓝家，陈家。大钱护国五大家，求于小姐出世，救大钱！不必跪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袁家我是不会去的。于小姐，袁家愿倾尽所有，只要你愿意出手相救，即便是我的性命，袁某也双手奉上。大哥，少家主，万万不可啊！大哥，平日里爹最心疼你了，爹怎么忍心看着你为他付出生命呢？我意已决，你不要再多说了。你当真愿意为了你父亲以命抵命？只要你愿意出手相救。狗蛋倒是养了个好儿子。也罢，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袁家我就再出手一次。谢于小姐成全。带路吧。于小姐，这边请。哎，你说，这于小姐真能把爹救活吗？这活死人肉排骨这术我都没听过呀。
于小姐，拜托了。改命。袁绍红体内生机已被唤醒，不出片刻便能复苏。谢于小姐。这于小姐不是说已经把老爷救活了吗？她怎么还没醒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他要是能治好我爹，我当场就给他磕。爹醒了，醒了，爹醒了，真的醒了，太好了，真的醒了。于小姐竟然真能起死回生，这是何等的仙术啊！你可算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爹啊！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小姐来接我了。梦？可不是做梦嘛，爹，刚刚差点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呀！是啊，爹，要不是于小姐，你现在还在梦里呢。咦，小姐，那个于小姐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她！狗蛋，你终于醒了。他刚才叫爹什么？狗蛋儿。爹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梦，小姐，真的是你。爹，老奴参见小姐。老奴参见小姐。起来吧。小姐，老奴总算见到你。爹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睡的时间太长，睡坏了？爹，你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是你是于小姐奴？于小姐便是袁家的天，便是袁家的天，袁家的天，袁家的天。于小姐自是我袁家的天，我自是她的奴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说他对咱们家有恩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要说他是咱们袁家的天，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？咱们袁家在古城那可是第一大家族，除了老祖宗侍奉过的那位，还有谁能当咱们袁家的天呢？而且，虽然说于小姐救了你，但是她把沐尘珠当垃圾给扔了，这也是铁骨铮铮的事实啊！你们懂什么？小姐说她是垃圾，那她便是垃圾。丢了！爹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是咱们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啊！我们袁家世世代代侍奉的主人，便是小姐。世世代代侍奉的主人，便是小姐。爹，你是说咱们袁家世代伺候的仙人是于小姐？不错。错了，错了，我和二哥都错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们暂时无法接受，回头有时间，我给你们细细道来。吴军呢？怎么不见他人？什么？逆子！我杀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！刀，给我刀！
杀了你！哎，滚！孽子，我杀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子！你不要！是我该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仅差点断送了爹的性命，我还得罪了咱们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，是我该死！你该杀！不要爹！该杀！滚！不必如此，因果自有定数。小姐饶你，那是你命好。从今日起，剃发为僧，去寺庙里忏悔，10年期满才可回来。谢于小姐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是。小姐，我那个不开眼的二儿子，我一定让人把他绑回来，到你面前跪地忏悔。天现异象，大钱动荡，你微弱至极，难怪当时护国武大家会来求你。小姐，你不在府内休息吗？我有急事要去一趟护国武家。护国武大家，那可不是我们袁家能够招惹的存在。你去陪着小姐，绝不能让小姐有任何的损伤。是爹。此行我们竟然连于小姐的面都没见到，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大钱吗？请不到于小姐，这大钱又谁能拯救啊？天下能人异士众多，未必就没有办法。来人，以我护国武家的名义举办一场护国宴，谁要能在宴会上让白虎神兽进食，不仅能拥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更能成为我护国武家的座上宾。是。不愧是护国武大家族，好大的排场！就这场宴会的规格，够顶我袁家近10几年的收入了。这就是镇魂神兽，好气派啊！小白，道祖，如今大钱气运了弱，山河绝脉。为了大钱的苍生，还请道祖指条生路。道祖，这是何意？让他镇大钱气运，挽大钱山河。道祖，此等大事不可儿戏啊！这是于小姐，小白，一家子未见，你辛苦了。哎，这不是袁家当代主事袁宏道吗？跟在他旁边的人谁呀？不认识。看他那样子，不过年方20。这袁宏道竟然带着这种黄毛丫头来参加这护国盛宴，真是不知礼数。哎，我说，你说他会不会是袁宏道找的姘头啊？住手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袁宏道，我记得我们宴请的宾客名单里面
没有你们袁家吧？啊？于小姐，这确实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我如果走了，他们恐怕会追悔莫及，因为普天之下能帮他们的只有我。就你，在场多少名门望族、医学世家都对白虎神兽束手无策，就凭你，一个袁家来的黄毛丫头，也敢在此放肆？我行不行，自有人知道。去告诉你们5大家主，他们跪求无果的人来了。前几日，父亲与其他家主曾去求见一位高人未果。难道是他？就凭你这黄毛丫头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，还说5大家主跪求你，你也配？要我看，这袁家就是昏了头，竟然带着这个疯婆子在护国宴上招摇撞骗。东省首富的位子若是待腻了，可以换个人坐。听到没？还不快滚出去！信不信由你们，但若是神兽因此殒命，你难辞其咎。报告。你不要相信这个骗子。二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他是骗子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姓于的女人，害死了我的父亲，还毁掉了我袁家的传家之宝。什么？这个女人在我袁家装神弄鬼、招摇撞骗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骗到这里。皇上，这种人绝不能留。二弟，于小姐已经把爹救活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还想骗我？我亲眼看着我爹死的，就是这个姓于的害的。皇少，你也看到了，此女极善蛊惑人心，她都把我大哥骗成什么样子了？还请皇少做主，将这个姓于的赶出护国盛宴。说的不错，今日这护国盛宴啊，可是关乎我大钱的未来。像这种心术不正的人，绝不能留。我们把他赶出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……我若是走了，普天之下再无人能救神兽白虎，大钱动荡，你便是罪魁祸首。姓于的，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狂言？在座的诸位，哪一位不是我大钱的栋梁之才？救镇国神兽，哼，何时需要你来救？凡夫俗子再多，也不过是乌合之众。你说什么？不过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敢跟在场诸多豪杰叫板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闭嘴！你谋害我爹不够，还想谋害神兽大人？皇少，谋害大钱镇国神兽，形同叛国。我建议应该把这个姓于的女人直接抓起来，以儆效尤。自己惹了中怒，那就怪不得旁人了。来人！完了，这下真走不了了。把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给我压下去！听候家主发落。于小姐，快走！老祖，如今护国宴已网罗天下豪杰志士，可依然没有找到能让神兽进食的好办法。难道离了于小姐，我大钱真的再无一人能救镇国神兽了吗？找不到于小姐，大钱完了呀！好家
强大的气息，来了位大能。老祖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护国宴上来了一位大人物啊！尔等速速前去迎接。好啊！你还敢还手？敢在我们五大家族面前闹事，你还是一个！皇上，误会啊！我们绝无半点冒犯五大家族的意思，这都是误会。于小姐，你快解释解释吧，不然我们真走不了了。我便站在这里，我看他们能拿我如何？你是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罪，还不知悔改。行，今日我上京沈家，愿助五大家铲除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婆子，还有我海城王家、西川谢家、北海陈家，惹了众怒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来人！把这两个不长眼的家伙给我拿下！快点！这次真死定了！大哥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离这个姓于的女人远一点。事已至此，弟弟帮不了你。住手！完了，侵扰了五大家族，我们彻底走不了了。爹，就是他，一个在袁家装神弄鬼的小丫头骗子，竟敢跑到咱们五大家族面前闹事。此人如此年轻，定不是老祖说的大人。那位兴许才到门口，必须尽快把此事处理了，免得惊扰了那位。敢在这里撒野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完蛋了，就彻底完蛋了。这张脸怎么会如此熟悉？当初你们跪在门口求我与我相见，现在我亲自来了，你们确定要赶我走吗？错不了，和道祖的样貌如此相像，他一定便是那道祖的后人于小姐。我们武家的家主都来了，你还敢装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给我绑了，交给我爹处置！你个逆子，还不给我闭嘴！爹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还打你干什么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！护国武家拜见于小姐。爹，你跪他干什么呀？你个逆子，还敢问？这位可是我们大前道祖后人于小姐。道祖后人？什么？大前道祖？他居然是大前道祖的后人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不是袁家请的一个神棍吗？怎么会是道祖的后人呢？护国武家就是这么教导后人的。于小姐息怒，老夫这就将这个逆子给赶出武家。来人啊！哎，王家主，琳琅固然闯下弥天大祸，可如今救神兽才是重中之重啊！待我们把神兽救活，再主持他也不迟啊！哼！于小姐，是老夫御下无方，您放心，等此事了结，老夫定不会轻饶这个逆子。知道了。还请于小姐出手，挽救大前于危难啊！如今大前震旦，民生危难，都只因那白虎神兽一直不肯进食。如今已有7日，白虎神兽危在旦夕呀！听闻于小姐是道祖之后，定会有办法解救神兽。还请于小姐出手相救。今日我便是为了此事而来。谢于小姐。蓝家主，你说这于小姐生得如此年轻，难不成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救白虎神兽？倘若能成最好，倘若不成，
王家主，这里便是众人献上的灵丹妙药和珍馐，可是镇国神兽还低迷未尽。行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这是千年灵芝、万年仙参，还有珍珠白玉汤，这神兽的桥上。于小姐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我们已经是集大钱之力，把能搜集到所有珍贵的药材和仙丹都在这里。可是白虎神兽依然不肯进食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怕是神兽性命危矣呀！还请于小姐想想办法，救救神兽啊！于小姐啊，这些奇珍异宝，我们袁家1/1000都要拿不出来，所以这……王少，依我看，就算他是那个道祖后人，他也是个草包，根本就救不了神兽。哼，果然，把救神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身上，果然是异想天开。就是，我大千真的是天数已尽，无人可救了。这些小白都不爱吃，你们去买2斤草鱼。草鱼？草鱼是何意啊？自然是他的吃食。什么？听于小姐的意思，是说这护国神兽之所以不爱吃那上等的珍馐和药材，是他想吃这草鱼喽。哎呀，这真是我平生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。皇上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就是一个草包，他以后要是治不好神兽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于小姐，这世间顶级的食材神兽都瞧不上，你买草鱼，这会闹吗？这小白生平最喜欢的便是草鱼。于小姐，我们敬你是道祖的后人，恭恭敬敬的请你到府内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就是，别当我们武大家的礼待当做是你肆意的借口。于小姐，说你真有本事能治好神兽，我等自是把你封为上宾。但你若治不好，便坦言相待，神兽大人可没时间陪你在这瞎闹。信不信由你定。你行了，来人，去买2斤草鱼。是。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这黄家主居然真的听他的去买这草鱼了？这堂堂护国神兽，竟然喂他吃草鱼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反正我是闻所未闻。王家主，他对神兽如此不敬，你怎么还听他的？就是，白虎神兽于我们武大家而言，那是何等尊贵的存在。我们何时不是珍馐玉液、神丹妙药这么供着他？何时为他吃过草鱼这种凡间俗物？于小姐啊，镇国神兽买草鱼，是不是太儿戏了？这个东西对于小白而言，草鱼比他们准备的这些东西好上1000倍。什么？他刚刚竟然称呼白虎神兽为小白？王家主，你听听，这都说的什么话？白虎神兽连这些珍馐神药都看不入眼，难道会爱吃你所说的什么草鱼？王家主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于小姐是道祖后人，我相信你。黄家主，三思啊！行了，不必多言，就喂草鱼。简直是胡闹！居然敢喂堂堂护国神兽吃草鱼！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，我们武大家的脸往哪搁呀？护国武家又比天下万家高贵了多少？哎呀，姐，你可别再说了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，姐姐？大言不惭！依我看，这个于道祖的后人没有传言中那么神异，不过是个沽名钓誉。啊，不好，神兽暴露了！一定是因为他对神兽不敬，才
导致神兽勃然大怒。于小姐，我们武家因你是道主之后，从未有所怠慢，但你却不敬神兽，引来责罚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于小姐，事到如今还跟他说这么些有什么用？依我看，就算他是道祖后人，但是传承已早已没落，指着他来救白虎神兽，简直就是昏了头。我们先想想怎么安抚神兽吧。给神兽没救活，先被他照着神兽之怒劈死了。你要的草鱼买来了，还敢拿着破鱼？没看到神兽都气成什么样了吗？还不快把他扔了！自讨苦吃，竟然敢在白虎神兽发怒的时候火上浇油，看神兽大人不会轻饶了你。姓于的，你自己找死，怪不了别人。小白，吃饭了。不好！都怪他，非要为什么破鱼惹怒神兽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早就说了，这个黄毛丫头，她能有什么真本事？如今她惹怒了神兽，她是全责。是啊，神兽大人，是他冲撞了您，您要责罚，便罚他就是了。全都是他一人之过，与我等无关啊！都是他的错，他才罪该万死。你对神兽大人不敬，我看你这样怎么死！他该没本事还装模作样，怒了神兽，他死不足惜。吃了他，吃了他。这是这没看错，我没看错吧？堂堂武家的护国神兽，在他面前竟然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，他到底是谁？谢于小姐救我武家护国神兽。于小姐，这白虎神兽的性情难以琢磨，就连我们侍奉了几十年的家主，他都没给半分的好脸色。您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于小姐，难不成这就是当年道祖传授于你的神通？定是如此，否则怎么能解释他与神兽之间如此亲密的动作？要知道，连我们武家老祖都未能得到神兽如此的青睐。不知于小姐可否传授一二？啊，您放心，只要您愿意相授，我们武家的奇珍异宝任你挑选。小白本就是我的座下余奴，与我亲近些，又有什么奇怪呢？你的座下离奴？与我亲近些，又有什么奇怪呢？他的座下？你说这白虎神兽是你的座下离奴？没错。于小姐，哪怕你救了白虎神兽，与我们武家有恩，但这也不是您能信口开河的理由。不想交便说不想交。我们武家呀，也并非是那强夺豪取的人。但于小姐，你编出这种荒唐理由，难是不把我们武家还有护国神兽放在眼里吗？于小姐，这个事情关乎到武大家族的声誉，如果惹恼他们，我们今天在劫难逃啊！于小姐如此言之凿凿，那你可知这白虎神兽是当年大前道祖赐予我武家老祖的镇国神兽？我自然知道。既然知道，还敢明知故犯？听于小姐的意思，您难道想说你便是当年将镇国神兽赐予老祖的那位大前道祖？没错，你说的便是我。你不是吧？这个人居然说他是大前道祖！如今的这小丫头，只不过是得到了祖辈的蒙荫，学了些术法，救了这白虎神兽，竟然就数典忘祖，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了。我们老祖都说了，于道祖于100年前便已作画，
你怎么可能是于道主？于小姐，道祖与我大前有恩，地位决然，不可僭越呀！您这……于小姐，兹事体大呀！于道祖对于大前而言是神明一般的存在，你就跟他们解释说，刚刚是在跟他们开玩笑。于小姐，你年纪尚小，这个年纪的人都喜欢炫耀不属于自己的功绩。只要你诚心认错，并且对着白虎神像磕头道歉，我们可以原谅你的过错。认错？我何错之有啊？好，大家也都听到了吧？大前道祖创不世功名，振山河气运。这位于小姐不仅冒认道祖之名，还死鸭子嘴硬，不知道悔改。哼！我看你简直就是玷污道主声誉。此事当真？此事千真万确。不错，这于道祖是何等风光人物，怎会生出你这等欺师灭祖的后人呢？各位，听我一言，我怀疑这位于小姐根本就不是道祖的后人。他不是道祖后人，那这逆子，给我闭嘴！于小姐的身份，岂是你能妄议的？王家主，贤侄的话，我倒想听听。据这位严家二少爷所言，这位于小姐一入袁家，便要了千年沉香、百年黄金叶，还有凤鸟长明灯。试问，若这位真是那位道祖的后人，又怎么会是一个贪图物欲之辈？袁为君，你血口喷人啊！于先生当时明明是在……我倒觉得贤侄所言有理。若是于小姐真是那道祖后人，又怎会冒认祖辈的名号？大前道祖此等人物，又怎能教出你这种小辈？我看呐，你就是蓄意冒充我大前道祖的后辈。蓝家主，此言有理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于小姐，你赶紧说句话呀！无凭无据，你等不可胡乱猜测。不管怎么说，于小姐救下这白虎神兽，对我们武家有恩，这可是铁铮铮的事实。王家主，他救了神兽是不错，可这恩人的名讳，未免言之过早了吧？谁知道他救神兽到底是何居心？没错，若是你的身份来历不清不楚，那怎能解释他如何救白虎神兽的事道？昔日的护国武家竟养出你们这些颠倒黑白之辈，看来大前还真是江河日下呀！说什么？于小姐，别说了。我说，你们一个两个都不配武家之主的名号。这气息是道祖，道祖现世了！敢跟武大家作对，于白，这一次你彻底完了。武大家主动怒，谁也救不了。这次真完了。好，看来我武家是太久没有出事了，如今居然连一个连身世都不知道的黄毛丫头也敢对我们这么说话。现在跟他废话那么多还有什么用？他冒充道祖后人，罪该万死。我们现在就把他抓起来，凌迟处死。团长，此事尚有疑点，不可冒进。王家主，你没听到吗？他刚刚对我们如此出言不逊，此事交由我们处理。今日之事，若老祖怪罪下来，由我蓝姐一人担着，算什么承谋？还有我。于小姐，您自求多福吧。黄某爱莫能助啊。于小姐，实在不行你先逃吧，我帮你殿后。他们武大家族怎么说也是名门正斗，应该不会为难我的。我今日倒想看看武大家能拿我如何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在这大义之谈？
冒认大前道祖，公然挑衅武家，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，铲除你这个污蔑大前道祖的祸害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想跟我作对，下地狱吧你！还不给我住手！还不给我住手！这黄毛丫头竟然连护国武家老祖都招上来了，这一次啊，她是插翅难飞了。敢跟武大家作对，他就该料到会有此下场。完了，连武大家的老祖都来了，这于小姐逃掉了。老祖，我们刚刚正在惩戒这个冒充大前道祖的鼠辈。冒充道祖，鼠辈，不错呀。此人不知在哪儿偷得大前道祖秘法，先是冒充道祖，接着还大言不惭说白虎神兽是他给您的，您说这多可笑！确实可笑。老祖放心，我等现在就把这个大前的祸害捉拿，就地正法。老祖，就是那个姓于的，老祖，这他的名讳，也是你们能够随便妄议的吗？您不先惩罚他，为何对我们？还敢问为什么？护国武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弃！呀，这徒儿孙浩山拜见大前道祖。什么？大前道祖？大前道祖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刚刚竟然对大前道祖出言不敬，完了，全完了！都过去！孙浩山，徒儿在。这便是你带出来的护国武家。我这还请道祖息怒，是徒儿御下无方。老祖，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玩笑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他哦不，于道祖，他真的是刚刚这是做了些什么？于小姐居然变成了大前的道祖，我们袁家竟攀上了这样一座大山。师尊，徒儿这就废了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好让您消气。老祖，他们四大家主确实冲撞了于老祖，可他们四人毕竟苦守武家多年了，罪不至死，还请老祖能网开一面。滚开！我孙浩山没有这样眼盲心瞎的后辈。这是这是怎么了？连神兽白虎都受到惊吓了。这动静是倭族！哎呀，不好了，倭族来了，快跑呀！倭国人死人了，快跑！呀西，
你们这些大钱的废物都在呢，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找。今天，通通把你们一锅端了。宫本藏，门外有护国武家的乾坤大阵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难道武家中有奸细啊？奸细？有奸细？这要是真的就区乾坤大阵。我只是用了我倭国道主赏赐的80穷1/1000的功力，便细手握住。待他老人家来了，你们通通完蛋！倭国道主，这是钩锁玉。池川，今日是你出师下山历练之日。这个钩锁玉便是赠礼。多谢师傅。切记，下山之后心怀苍生，不可胡作非为。弟子谨记。有了这钩锁玉，这天下有什么我得不到的？要想我心怀苍生，做梦！当年他下山后便销声匿迹，原来是去了倭族。倭国道主，倭国道主，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！他曾凭一己之力屠了一座城，他要是来了，我们都得玩完。他竟然只用了这8尺球，便镇压了我的，连白虎神兽都难以抵挡。哪怕大前有余道主此等存在，恐怕也难以招架。我曾听闻，那是个残暴的邪修，一旦被他抓住，不出半日，便会魂飞魄散，形同骨消。知道罢了吧？知道了，还不收手就擒？等倭国道主来，或许可以考虑让你们武家做我倭国的一条看门狗。蛮夷小卒，倒敢放肆！你又是哪来的一条野狗，也敢在这里嗷嗷狂吠？把你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这位是我大前道主。啊，大前道主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就是不知道能在我8尺兄手上过几招啊！区大前道主，在我师尊面前只不过是一招之敌。不过只要你乖乖跪下来，在我面前磕头求饶，我可以考虑让他老人家给你留一条全尸。孟直川若是敢来，我便废了他的修为。你认识我师尊？哈哈，毕竟是活了这么多年的老不死，肯定在哪里听过我师尊的威名。但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和我师尊有点交情，他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他若是敢踏入大前一步，我定以师门之法惩戒。师门之法？师门之法？你唬谁呢？你是想说你是我倭国道主的师尊？是又如何？我呸！凭你也配？是真是假，待孟直川来了，你便知道了。于小，不对，于道祖，倭国道祖杀人不眨眼，乃罪恶之极之徒。你先撤，我定给你拖足时间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们，我等定将誓死守护大前威严。你们，老祖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于小姐，但我武大家中绝没有贪生怕死之辈。不错，我愿意血肉之躯，撼大前威名。就你们几个酒囊饭袋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，不自量力！道祖，趁现在快跑！
不堪一击。你道主固然说的没错，大田只不过是一群不堪一击的鼠辈罢了，连我八尺兄一招都踢不了啊！不要冲动，你内脏一伤，不可再消耗内力。师尊，都怪徒儿太没用了。不，你们已经尽力了，退在一旁。现在连我们护国武家的家主都斗不过那个什么八尺琼，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呀？这完了完了！我上有8旬老母，下有10岁孩童要讲，我可不能死在这里啊！这还有谁？老头儿，要不要来试试我师尊这8尺琼的威力呀？道主必须啊！公所玉不是你这么用的。这是师尊给我的无上至宝，陈不混，到底是谁？大钱道主。不愧是道祖啊！哼，现在就连你这个天地至宝都已经被我们道祖徒手捏碎了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尽管使出来吧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它本就是我的认主之物，我让它碎，它便碎。一片胡言！这分明是我们我国道主的随身之物，你敢说是你的？你不要过来！我国道主马上就到，你再敢上前一步，等他来了，定让你生死随灭！他若敢来，我定要他形神俱无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哪个黄口小儿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师孙来了，你们不晚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师尊，就是这群大小的鼠辈对你不敬，徒儿觉得不如把他们做成标本挂在墙上，让大前所有的人都知道师尊您的威名。不错，护国武家还有他们的先祖，倒是适合我执掌大前后的第一批亡魂。佛国道主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有老夫在此，大前就绝不会落到你这种人手里。没错，大前武家绝不是任人欺辱的。想要吞并大前，先过了我们这关！一群跳梁小丑，也敢在我老夫面前蹦跶。孟池川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哪来的蝼蚁啊？也该在老夫面前。师尊，就是这个蝼蚁，刚刚对您大言不惭，说您是他的徒儿。我这个女人，她曾师尊。师尊，你怎么会他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闭嘴！都是你害的。真的，徒儿真的不知道啊，不然你给我100个胆子，10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呐。哎，我这没听错吧？这倭国的道主叫咱们于道主师尊，你没听错，我们道主竟然还是倭国的师尊，简直太给我们长脸了。没想到这于道祖还是那倭国老祖的师尊。我们刚刚竟然在这种人物面前放肆！哎，师尊如今到底是怎样的修为啊？于小姐不光是我袁家的天，是大姐的天，更是这天下的天呐！
师尊呐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弟子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护国5家掌大钱律法，他们就交由你们处置了。是。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我还是更喜欢你们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刚才不是说要来我们武家当一条狗吗？倒不如就由你们2位来我们大钱武家当一个门卫，大家说如何呀？好！哎呀，你让倭国的鼠辈当武家的门卫，太便宜他们了。你走！好，我们愿意当武家的狗，我们愿意当武家的狗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于道主，于道主，慢走。于道主，5大家的事情已经结束，不知道你后面还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你要是还没想好的话，要不先去我们袁府上安顿，然后再总整机器。于道主，于道主，于为俊，你还干什么呀？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次过来是给于道主道歉的。我之前一心想着父亲的安危，既然冲撞了于小姐，还请于小姐责罚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道主，你是袁家少主，这件事便交由你处置。大哥，道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道主大人有大量，当然是原谅你了，还不给道主道谢？你快点！谢道主，多谢道主。大哥，就是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原谅我。小姐都原谅你了，我还能拿你如何呀？爹，爹，只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要和你3弟一起剃发为僧，去山上闭关20年。20年？爹，不是我。哎，3弟可比你先过去，记得叫他为师兄哦。大哥，你也笑话我？别在这里谈了。小姐，先去府上歇息吧。此事随缘。